好像在很多年以前，外公总是会冷不丁的跟大家说他的时间好像不多了。不知道他是出于担心还是在开玩笑。只要他这么一说，瞬间这个空气都是僵硬的，所有人都会像哄小孩子一般去告诫他不要胡思乱想，要开心。在大陆这个无神论的环境里，只要有人说到自己的死亡，听者总是无所适从，无法对话。很多年前，我想把我的信仰分享给他，他却打断我，嘲笑地问我收了几个徒弟。我的外公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二女儿，也就是我的妈妈，她因为癌症而先行病逝，更没有想到我的90岁的外婆在紧接的几个月里变得痴呆，随后病逝。在这之后，我的外公就卧床不起。只要一听我的小姨告诉我，这位90多岁的高龄外公他吃不下东西，以泪洗面，我自己在台湾的电话那头就红了眼睛。这可是一个山东汉子啊！所以这支影片我想讲讲我的外公。我想我永远都无法准备好面对未来某位亲友的离开，但我想用影片的方式来正视我游子远行的感受。我的外公身上有很大的反差，一口浓厚的山东口音，又有一些大男子主义的男人，这样何以和一位出身大家闺秀，一口湖州也就是南方口音的外婆相爱相守了一辈子。更值得提的是，他们几乎不吵架。虽然我的外婆非常的宅，常常放空，而我的外公他非常的爱钻研，也喜欢往外跑。这位喜欢和我开玩笑，但却可以让我觉得声音的连冷笑话都比不上的山东汉子，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喜欢阅读、写书法、手工、种花，而且会很用心的为这些花拍照并打印出来，常常拿给我们看。而且我是3个外孙里他最疼爱的。如果外出就餐，我的外公一边坐的是外婆，那另外一边一定是我的位子。如果他走路不稳，别人看着呢要去搀扶，他就会一把推开。但是如果我硬要去扶他，他也不会再嘴硬了。小的时候我想要一个头菇，我的外公就会从一堆杂物堆里面取出一个什么东西，先锯后烤，再用铁锤敲，就能打造出一个头菇来。在我的记忆当中，虽然我们很难会进行一些比较有趣的对话，但是我心里非常的确信他是最爱我的。2024年夏天回到湖州，见外公的第一眼，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他的脸变得很浮肿，耳朵也几乎听不见了。除了短暂的吃几口饭，他的体力支撑不了他走路或者是多坐一会儿。我的心很沉，好像一开口情绪就会自己跑出来，而他看到我先生和2个孩子却笑了，久违的看到外公笑了。1年半以前，外婆还躺在这个房间，如今是一位照顾外公的阿姨躺在这里休息。这次见面，外公比往常话更多，他说话的语气听起来他现在有点兴致勃勃。原来他站起来要去取陈年旧照，他想让我挑照片，说剩下的照片都得烧掉。我不太理解为何有这样的想法，只是顺着老人的心意，想把照片自己收藏起来。他做每一个动作我都很紧张，很怕他突然脚软摔倒。但我也知道这个山东汉子的自尊心。看着外公的背影，我突然发现在继妈妈外婆离开后，这位老人脆弱又孤独，只是看着他我都要绷着我的神经。拿个药的往哪去？我在杭州的，那这里我最早一个最早的照片，今年50年的正月份，阴历正月份拍的。50年正月份拍的嘛。要不要做一下？原来的发衣裳发这种衣裳呀，这是发的都这两裤的，那这两光说的，
刚刚出来，我在这算有几年的，我来南下之后拍的。这个会计，这个我们两库主任，这个做饭的，这个是做饭的哎，这个原来的自己本人烧饭啊，到以后解放了的，就是就我们这两库里，就做饭的。这里还有我一个，你看得出啊？这50年，对，这个，那外公现在看起来比较聪明啊，大不讲嘞，我都弄不清楚了，有那个叫有个廊坊，河北廊坊。我在几个单位的都没有了，就剩我一个了。刚才看一篇，刚才看照片，看原来的老照片，看到继续失控，是看到外婆年轻的照片，我们的合影，妈妈的照片。看到外公原来年轻的样子，既熟悉又陌生，我整个情绪都不行了，现在躲在他们的厕所里在哭。我外公耳朵听不到，所以我现在讲话录音都没有什么问题，但他眼睛还看得蛮清楚，所以我怕我出去的时候，我这个哭过的脸不知道会被他看到，特别怕在老人面前哭，不知道感觉特别不好。但我还要去挑原来的老照片，外公说不要的照片，他就要是把它都烧掉。这个时候我都会掏汤，不穿。杭州中山公园，杭州58年的时候。出来公园好58年。58年。我这都是50几年的，这上边。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女兵，就是刚那个对，比我像比我大1岁的，比你大1岁的女兵，刘庆梅，这个刘庆梅。以后在辽阳，这肯定都没有了。这我离开杭州之后拍的，这个是那个我。这个，对，那个样子。这个呢，一提捐献了，一提死了以后捐献一提。他这个男的呢，老公呢也是捐献了。把2人一起都捐献了。
两个人都捐献遗体，很伟大的。他这个比我大2岁几，那是我们给2人照片，我们2人照片这个的这一干是最多的。四川，对，四川哪里？这哪应该忘了吧？现在不清楚，现在能不清楚了？对。外公午餐一般是由聘请的阿姨帮忙简单煮了吃了，但他还总惦记着我们是否吃过午餐，什么时候吃午餐，午餐吃什么。我们就摆摆手表示说待会再看看。他说现在快去食堂，菜快没了，菜快没了。这就是一个所谓3、4线小城市食堂的伙食，又油又咸的味道，从我小时候就植入我的印象里。虽然好久没吃了，但光用看的我都记得这些味道。幸好孩子们愿意吃，不管我怎么哄，2个幼儿一直不敢靠近太公，他们只顾着跑进跑出，还不乏尖叫。一场吵闹的小孩，在这里我一点压力都没有了，因为外公听不见啊。外公掏出他的宝贝手机，孩子们一下子就好奇围过去。外公手机相册里只有1个粤剧短影片，2个幼儿看得津津有味，不断 replay。就算孩子们不懂得和他互动，外公只是一旁端详着2个幼儿的脸，也不由自主地笑出来。现在的外公已经不再喂花浇水，不再写字，不再看电视，偶尔阅读，更多时间是卧床滑手机。他觉得能用手机看天气、时间和新闻实在是太方便了，在没有声音的世界里，连开口讲话都觉得费事。很快外公就又累了，除了一张合照，我什么也留不下来。我又得带着2个幼儿和我的外公说再见了。想到作家刘墉在《暗示一种美丽的疼痛》这本书里写到一个故事，纽约的一个留学生，他在他的父亲病危，他赶到台北的时候，可能父亲因为心情真的太好了，所以他很快就恢复了。随后他就回了纽约，不久他的弟弟又打电话给他说父亲又病危了，他又再次赶回去。戏剧性的是，他回到台北不久，他的父亲好转了很多。他待了2个礼拜，但因为纽约的事业很忙，他不得不又赶回去。临走的时候，他的老父亲卧床向他致歉，竟然觉得对不起他没有及时死掉。又过不久，老先生真的死了，没有通知这位在美国的大儿子，草草火葬，连公祭都没有。因为老先生他在遗言里就交代这么做，就是为了不要让他的大儿子赶回去。其实我很难定义什么是最好的、最正确的决定，是生活在台北还是生活在上海，是衣锦还乡还是游子远行，要先照顾好先生和孩子，还是先照顾好双方的父母、祖父母等等。越生活越发觉得鱼和熊掌真的无法兼得。就像现在选择和丈夫带孩子们来台生活，我就是没有办法陪伴在我的爸爸、外公身边，甚至原本的工作也得先放下。但是我也知道一点，我爱我大陆的家人，大陆的家人们也爱我，同时我也爱我台湾的家人。爱不只有开心，它也有疼痛，但爱总能让我们有勇气。就像2个妈妈，她们虽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离开，那种空缺的疼痛会在她们教会给我们的爱中慢慢转化成我们对孩子的爱，也让我们对生命有更深刻的思考。如果我的分享让你想起了谁，想起了重要的回忆，也欢迎在周周的频道下方留言来分享你的故事。我们这期影片就先到这里了，下次见。